我是谁？每当我们问自己我是谁时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直击内心。它不是关于你拥有的物品、身份或成就，而是关乎内在的本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喧嚣的世界里，常常被外在的事物、他人的期望和自我的标准牵着走。日复一日的忙碌中，我们很少有机会停下来，静静地问问自己，真正的我在哪里？这不是一个哲学命题，而是生活的核心问题。只有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才能看到真相。这种自我认知的过程，是一场孤独却必然的旅程。它不能依赖心理学家、灵性导师或是任何外在的权威，而是要从内在的觉察出发，逐渐剥去那些层层叠叠的伪装，看到真正的自己。要发现你是谁，并非要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，而是要对自己在情绪、行为和思想上的真实面貌有一个全面的理解。真正的认识自己，并不在于头脑中想象的完美形象，而是承认在愤怒、嫉妒、恐惧等情绪中的自我。每一次你感到愤怒时，正是发现自我真相的机会；每一次你陷入嫉妒时，都是窥见内心深处的窗户。一揭开真相，从当下情绪中看到自我。生活的真相并非遥不可及，它不在未来某个伟大的时刻或某种特别的经历中，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琐碎中展现。我们常常错以为真相是某种神秘的存在，需要长途跋涉去寻找。然而，真相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情绪里，在我们每一次的起心动念间。你是否曾注意到，当你对某件事情感到沮丧时，这种情绪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信念？当你感到愤怒时，是因为什么？当你嫉妒时，又在意什么？这些情绪并不是毫无来由的，它们是对内在状态的直接反应。有位朋友小李，平时性格温和，但每当在职场上被同事质疑时，总是会忍不住生气。一次公司会议中，他的提案被上司否决，他瞬间感到脸红心跳，怒火中烧，差点脱口而出激烈反驳。但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为何这么愤怒？是对上司的不满，还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？他仔细回想，原来在儿时，他总是被父母拿来与别人比较，久而久之，他对被否定形成了强烈的反应。这个发现让他意识到，愤怒的根源其实不是同事的质疑，而是自己内心深处对不被认可的恐惧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愤怒再度袭来，他不再立刻反应，而是先深吸一口气，冷静觉察情绪的根源，进而做出更冷静的回应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情绪是最好的老师，它们让我们看见未被察觉的伤口。每一次情绪的起伏，都是一个探索自我的机会。通过与这些情绪共处，我们不仅更了解自己，也开始学会与他们和解。二，读懂自己，你是人类的缩影。我们常以为自己的情绪和经历是独一无二的，但事实上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相似的故事。你的人生并非只是你自己的孤立体验，而是整个集体人类经验的一部分。你的恐惧、欲望、失败、成功，都是无数代人类所共有的情感。这并不是要削弱你的独特性，而是要揭示你作为人类一员所拥有的共性。这种共性让你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缩影。通过阅读自己这本书，你不仅是在认识自我，也是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找到归属感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王先生，表面上事业有成，但内心却充满焦虑和孤独感。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再成功也不够。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心理辅导，他发现这种焦虑感来自于他年少时因家庭贫困而感到的自卑。那种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的感觉，深深烙印在他的潜意识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成功并未填补内心的空虚，反而不断加剧对外界认可的依赖。王先生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实：我们内心的许多痛苦，不仅是个人的，而是许多人类共同经历的情感。理解了自己，
也就理解了其他人，理解了人类的脆弱与挣扎。这种自我认知的共性让我们更能与他人产生共情。在了解自己内心的恐惧、欲望和渴望的同时，我们也学会了理解他人的行为动机。通过这种集体意识的觉醒，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与自己相处，也能更好地与世界相连。3时间的幻象，自我如何创造困局？自我是一个创造时间的魔术师。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时间是直线的，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但实际上，这种时间观念是自我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编织的幻象。过去是被铭刻在记忆中的经验，未来是对未实现愿望的期待，而现在则常常被我们用来弥补过去的缺憾或追逐未来的梦想。当我们说我应该在过去做得更好，或者未来我会更加努力，这些念头无一不是自我在操控时间，为了构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。小张是一名优秀的学生，从小就被灌输要成为第1名的观念。他花了无数时间努力追赶，但当他真正站在领奖台上时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。相反，他陷入了深深的空虚感，因为新的挑战又接踵而来，要保持成绩，要超越自己。小张的时间观念里，只有不断地追逐未来的目标，他从未真正停下来问自己，我为何而努力？当他开始静心练习后，他才逐渐明白，原来自己一直在逃避当下的不安，用未来的成就来填补内心的空洞。而真正的满足，不在于未来的某个时刻，而在于每一个当下的真实体验。通过这些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时间的幻象让人容易迷失在自我创造的困局中。我们总以为未来的某一天，当我们达成了某个目标，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于是，现在成了通往未来的工具，而过去则成了警醒的标尺。自我通过这种操纵时间的方式，把我们困在了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循环中。我们不断追逐，却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这种缺失感来自于我们未能真实地活在当下。4静心与觉察，放下自我的时间。如果说自我和时间的结合是一场困局，那么静心便是破局之道。然而，静心并非只是表面的冥想或深呼吸，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灵实践，是一场与自我欲望的对抗与和解。在静心中，你不再急于改变自己或达到某种状态，而是学会安住在当下，观察自我，接纳情绪的起伏。李女士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因担心失业而倍感焦虑，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，却依旧无法消除内心的不安。某次静心课程中，李女士发现她的焦虑源自对未来失控的恐惧。她开始每天花10分钟静坐，专注呼吸，观察自己的念头。渐渐的，她不再被焦虑牵着走，而是学会了接受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。李女士发现，虽然未来无法掌控，但当下的平静却是可以选择的。她的焦虑逐渐减少，面对工作的态度也变得更为从容。静心的力量就在于此，它让我们从思维的囚笼中走出来，回到当下的实相。通过静心，我们不再被自我的喧嚣和欲望驱使，而是能够以一种清晰而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。静心不仅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，更是一种重新与世界连接的方式。它让我们学会放下对完美的执着，放下对未来的焦虑，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。自我认知是一场无止境的旅程，静心则是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的伙伴。它们帮助我们剥去层层虚假的面具，直面最真实的自己。每一次的觉察都是一次觉醒，每一次的放下都是一次重生。当你真正看见自己，接纳自己的所有，你便不再被过去束缚，也不再为未来所困扰，而是自由地活在每一个当下。人生的智慧不在于你走过多少路，看过多少风景，而在于你是否真正了解自己。通过持续的静心与觉察，
我们得以穿越自我设下的迷雾，走向内心的澄澈与宁静。在这条路上，或许我们会遇到无数的挑战与挫折，但正是这些历练，让我们看见了生命的丰富与深刻。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与世界和解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生命的美好从未远离，它就在你的每一次呼吸中，在你的每一个念头中，在你面对生活中所有挑战时的那一刻宁静。觉醒之路漫长而充满未知，但每一步都是通向无限可能的起点。正是在这不断的探索与觉醒中，我们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